今天是我2024年的第一次播种，前些天泡了点蚕豆，现在已经催出芽来了，需要马上种到地里了。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种植蚕豆的经验，还有蚕豆种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吧。我的这批蚕豆呢，其实好几天以前就已经泡出芽子了，就可以种了。但是因为一直没有时间，后来就放到冰箱里边了，每天给它冲一下水。其实这芽子已经长得挺大的了，再不种就已经有点晚了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，其实现在还下着小雨呢，我得抓紧时间，以免一会儿雨下大了。我昨天还准备了一车的堆肥土给它推过来。这片土地呢，昨天其实我已经平整好了，把草都除去了，然后把土也给它稍微的翻了翻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种蚕豆呢，一定要保证土壤的深厚肥沃，有机质充足。昨天其实我还撒了点草木灰在里边，因为像豆类这些植物，它特别需要钾肥，而草木灰呢能提供充足的钾肥，同时呢也能适当的调整一下土壤的 pH 值，同时还能给土壤进行一定的杀菌杀虫卵的作用。我现在再把里边混上一点堆肥土，我这种堆肥土是用草和树叶子堆出来的。当然，并不是我自己堆的，这些是买来的整车的堆肥土。当然，你如果要是选用牛粪土或者是马粪土之类的，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或者是这些堆肥土和牛粪、马粪土一起用，那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，我每次在用堆肥土的时候，大部分情况都是在土壤的表面给它均匀的施撒的，很少会把这些堆肥土和原来的土壤完全的混合在一起。我这样做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这些覆盖在表面的堆肥土，它是可以有一定的抑制杂草的能力的。这样的话，这片将来长杂草的几率还有数量就会少很多。当然，如果你原来的土地就比较贫瘠的话，那把堆肥土和原来的土稍微的混合一下，混合均匀，上边再给它稍微的撒一层堆肥土，那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。表面撒好堆肥土之后呢，就可以用这种耙子给平整一下土地了。平整好土地之后呢，就可以均匀的给它搂沟了。一般种蚕豆的话，我们行距大概在1英尺，也就是30厘米就可以了。然后每一颗蚕豆之间的间距呢，我会选择在6英寸到12英寸，也就是15厘米到30厘米的距离。如果你选择是6英寸的话，那就属于是密植了。如果是正常情况下，那可能是30厘米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稍微的比划一下，第一排在这儿，间隔30厘米；第二排在这儿，再间隔的话，那第三排在这儿。我这块地呢，大概就是种3排吧。这样的话，行距之间距离是比较合适的。当然，你在规划的时候，可能还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蚕豆的发芽率。如果是没有催芽的话，它的发芽率可能是并不高。但那个时候，如果你选择是30厘米的话，那每一个里边种2个可能会更好一些。如果你选择的是15厘米的间距的话，那每一个里边种1个就行了。到时候会有的长出来，有的长不出来。或者如果将来是长得出芽率太高，长得太密了，那可能挖出一些小苗，再给它在空当的地方稍微移栽一下，那也可以的。我今天这种催出芽的蚕豆，我就打算用8英寸，也就是20厘米的株距给它种下去了。今天是下雨，所以我想了想，我就不搂沟了，因为平常我都是搂沟，然后再点播那些豆子的。今天我就刨坑吧，这样的话可能后边埋的时候更容易一点，因为这雨还是越下越大，土有点湿了。其实刨坑呢不太容易掌握好距离，因为经常情况下，你就刨出来的坑，可能最后发现间距比预想的要大一些。我一般在测量行距的时候，都会用我的小臂攥着拳头稍微量一量，因为这小臂的距离大概也就是30厘米左右。蚕豆种植的时候呢，它刨的坑可以稍微的深一点，比如说可以刨到大概3英寸左右。最后你埋土的时候呢，保证给它埋到1到2英寸就行了。接着是每个坑里边给它抓上半把的这种有机的平衡肥，我用的是这种344的有机复合肥。
大家都知道，豆类这些植物都可以有根瘤菌，根瘤菌也是能够制造肥力的。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种植的时候不需要给它施肥。那太贫瘠的土地，豆子肯定也是长不好的。我今年种植蚕豆的时间，相对于往年来说，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。往年我印象中都是在2月的下旬或者是2月底才种植的。我当时发社区帖跟大家说我的蚕豆已经催出芽的时候，有朋友问说这个蚕豆的收获要多长时间？我开始的回答大概是2到3个月，其实一般都是需要3个月。但是像这个时候种植呢，因为气温低，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，所以大概率是要3个半月吧，有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。但是最后呢，4个月以内肯定是能够收获的。如果后边的气温能够按照我的预想，不会有特别寒冷的天气了，那理论上3个月还是有希望能够收获新鲜的蚕豆的。因为今天播种的都是发了芽的蚕豆，所以我稍微把里边撒的肥跟土混合一下，这样以免到时候撒进蚕豆之后，那些小芽沾到肥，容易烧到。如果是没催芽直接播种的话，我通常就都无所谓了，不会再去花额外的功夫去给它混一下了。开始播种种子了，每一个坑里给放上1颗，尽量把芽点平着放，或者是朝下的位置，因为首先长出来的是它的根。对，关于蚕豆的种子，有朋友会从超市买。超市买的种子呢，其实是非常不可靠的，发芽率特别的低。所以你要是超市买的种子呢，最好给它催出芽来种，否则的话，那你每个坑里边有可能得种3、4颗种子，最后还不能保证。其实像蚕豆这些种子，如果你要是买大包装的话，那它价格也并不是特别的贵，可以到一些网站买那种包装比较大的。因为我是会当成覆盖作物来种的，所以我会买特别大包装的，比如说5磅1包的，大概也就是20来块钱吧，20块钱出头。我其实是泡了2个品种的蚕豆的，这一批呢，在这一小块地儿应该已经种不下了。剩下的我再种到菜床里边一些。这边靠近无纺布的地方，我再给挖3个坑，这样的话这一片给它凑够30颗蚕豆。无纺布下边的菠菜呢，到时候有时间需要把它揭开，把里面的草除一除。这个时候里边草是特别的多。再加上点肥，还有堆肥土。有个别我看到发芽不太好的，我也把里边再稍微补上1颗种子，这样将来如果万一长出2个苗，我就把其中1个给挖走。在1颗坑里边的2个种子种植还是有点距离的，这样将来要是挖的话也比较方便一点。我也大概就是3、4个坑是这样做的吧。如果做的太多了，那将来都出苗了，你再给它往出挖或者是建苗，那还是相当的麻烦的。最后盖上土。就用这种耙子轻轻地搂一下，盖上1层土就行了。蚕豆这种发芽能力虽然特别强，但是你要埋太深的土的话，那也是影响它出苗率的。1英寸，也就是不到3厘米就差不多了。行了，这就种完了，可以耐心的等待了。蚕豆在春天播种，如果土不是特别干，那根本没有必要浇水。像我这里，在春天的时候还是挺湿润的，尤其是今天还会下雨，下周呢应该是还是有几场雨的。后边如果要是再出现寒冷的天气，我这是现成的无纺布，无纺布我直接把它拽过来，那儿有铁丝架，把它插上之后直接拽过来盖一盖就可以了。后边生长的也会快一些，但是如果后边天气一直很好呢，那就没必要了。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我还剩下的种子，等会儿还得再找出2块这样的地方，大概是2个4×8的菜床吧，
应该能把剩下的种子都种下去了。这第一批的蚕豆也算是小试牛刀吧，就想尽量的早一点能吃到新鲜的蚕豆。后边我大概在2月底的时候，或者是3月初，我会再开辟出一大片地，大面积种植，那种就是当成覆盖作物来种了。覆盖作物呢，它主要作用以前也介绍过了，主要就是保护土地、肥沃土地、抑制杂草。当然了，种蚕豆这些呢，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也能收获挺多的特别新鲜的蚕豆。或者如果是收不完的话，那最后让它干掉，我们可以收一些干的豆子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像覆盖作物呢，它的命运其实是不可知的。如果我这块地有其他更主要的用途，那在覆盖作物生长过程中，我随时都是可以给它移除掉的，这样可以把这块地腾出来种其他我更喜欢或者是更重要的植物。最后再说两句蚕豆出苗后还有后期的维护管理吧。蚕豆整体上讲呢，其实维护成本还是挺低的，你让它自然生长，应该后边会长得很好。不过有一点要提的是，蚕豆长出小苗之后，如果你的院子里面有兔子比较多的话，或者是鹿发现的话，那它们会很快的过来给你吃掉的。因为像这些豆科的植物是特别招这些动物的喜欢的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防护，这是第一点。否则的话，你辛辛苦苦长出的小苗，到时候都没了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它长高之后呢，容易长蚜虫。那个时候天气也暖和了嘛，像是蚜虫啊、介壳虫，那这些你可以喷一点苦楝油，给它及时的处理一下。第三一点呢，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吧，就是蚕豆在生长到一定高度之后，下边有几层花絮了，那你要及时的给它打顶。当然，打顶的高度取决于你蚕豆的品种，还有你想保留的花絮，也有你水肥管理的水平。如果你水肥都到位的话，你可以让它更高一些再打顶，否则留个3、4层啊、4、5层花絮，你给它打顶就差不多足够了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追肥了。追肥其实是可做可不做的，如果做了的话，那当然是更好了。追肥就是在它花落了之后，刚结出小豆荚的时候，给它追一次平衡肥，或者是磷钾含量高、氮含量低的有机复合肥。这样的话能促进它后边豆荚还有豆子的迅速膨大，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。最后你收过豆子之后，如果说这块地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，豆杆也不想收，就可以让它留在这儿，等它自然干掉。干掉之后把它弄倒，铺在这个地上，就变成了天然的覆盖作物了。如果你想收的话，那就把它拔出来放在旁边晾着，晾干之后呢，那也是比较好的给土壤添加的有机质。所以说蚕豆呢，它不光是根部有根瘤菌能够肥沃土壤，它自身也是很好的肥料，很好的有机质。种植蚕豆能够给土壤带来特别多的好处。当然，像是豌豆、荷兰豆还有毛豆这些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我在2月底种下我的大面积的蚕豆之后，3月初我就会种豌豆和荷兰豆，然后4月中旬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准备种毛豆了。